人类图就是大宇宙能量点在我们身上的技能点。在玩 RPG 角色扮演游戏的时候，假如你的体质适合当辅助，但队友却叫你扛着重装备在前排当坦克，光是用想象你就觉得很吃力了吧？大家好，我是东轩，我是一名国际人类图学校 IHDS 认证的人类图分析师。这支影片我想用游戏的概念来介绍人类图，影片内容是我整理网络上的免费资源，加上自己的观点制成，并非代表官方立场，也没有教学性质，纯粹希望透过比较有趣而且容易理解的方式，把人类图介绍给更多人认识。在正式影片开始之前，先说明如何取得自己的人类图。首先，有自己精准的出生时间跟地点很重要。不知道自己出生时间的朋友，全台的户政事务所提供了申请出生证明影本的服务，只要到现场临柜办理，就可以快速取得自己的出生资料。有了出生时间地点，只要在网络上搜寻人类图、人类设计或 Human Design 等等关键字，就可以找到许多免费制图的网站，取得自己的人类图。当你取得自己的人类图，你会看到一张人体侧脸图，里面有各种颜色的线条跟数字，有些人的颜色很满，有些人的空白较多，甚至也有几乎完全空白的影像，左右两边分别有黑色跟红色两行数字，以及在星象中代表行星的符号。那这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啊，当你在玩 RPG 角色扮演游戏的时候，刚开始创建角色，通常会获得技能点，我们可以把这些点数分配在角色上，例如战士就点高他的力量，那法师呢就点高他的智力等等。我们可以想象人类图就是大宇宙能量在我们出生时点在我们身上的技能点，每个能量来自不同的星球，启动不同的潜能，而中间的人体侧脸图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被赋予的科技树。想象一下，如果你身处在角色扮演游戏之中，却对自己的技能点分配一无所知，你在新手阶段可能会碰到更多困难，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步上轨道。那假如你的体质适合当辅助，但队友却叫你扛着重装备在前排当坦克，光是用想象你就觉得很吃力了吧？人类图分析师的功能就是协助你先看清楚自己的技能点跟科技树，先了解自己的运作机制，就能够快速让你在人生的角色扮演游戏上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我的人类图好吗？这是我学习人类图以来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但同时也是我觉得人类图与传统的命理体系很大的差别点。对一个分析师来说，每一张图本身都是中性的，没有所谓的好跟坏的差别，也没有结束或是凶相，完全没有。人类图本身不存在好与坏，那会造成这些好坏的唯一原因只有你没有好好的活成你自己。如同在角色扮演 RPG 游戏中，每一个人一开始被分配到的技能点数量都是一样的，人类图也是哦。我们每一个人在与生俱来被分配了左边右边各13个，总共26个技能点，不同的排列组合下会产生无限多组的科技树，但每一个人出发点都是公平的，没有谁的技能点比较多或少，也没有任何一个点是错误的、多余的或是负面的。这个世界惯用单一标准来评判每一个人，这种感觉就像是把鱼、羚羊和老鹰放在相同跑道上，要他们赛跑。鱼跟老鹰无论多么努力都追不上羚羊，进而会开始自我批判，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但事实上，鱼能游泳，老鹰能飞翔，只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才华是什么而已。人类图分析就是在帮助每一个人发掘自己的天赋，更了解自己，然后最重要的是开始好好爱自己。台湾以及世界各地已经有很多 IHDS 认证的分析师，所有分析师从入学到取得认证都至少需要花3年的时间参加课程与工作坊，完成大大小小的考核。想要好好认识自己的人类图，建议找专业认证的分析师会是最好的选择。我目前有提供专业的人类图解读服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 Facebook 粉丝专页或加入 LINE 的官方账号询问细节。
影片下方我也会附上 IHDS 认证分析师清单以及其他补充资料。之后我也将制作一系列影片，继续用玩游戏的概念介绍人类图。喜欢的朋友可以开启小铃铛、订阅追踪。我们下期再见。